林远，这破网挡了我进山的道，赶紧给我捡个门出来。网是防野猪的，开了门，野猪进来了，你负责。拿野猪吓唬我，你不捡是吧？行，你小子给我等着。我叫林远，大学毕业后，在外面上了几年班，攒了点钱，回老家承包了村后头那片荒地搞果园。我们这地方靠着大山，生态好，野猪也多。为了防野猪，我自掏腰包，沿着果园最外围拉了一道2米多高、带倒刺的加粗防兽网。果园核心区有独立的铁门和围墙，野猪进不来。外围这层网保护的其实是网和后山之间那片缓冲地带，也包括附近村民家的后院。偏偏这道网挡了某些人的道。王大柱，你继续捡，这是我花了3万多块钱拉的网，你这一剪子下去就够立案标准了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这网挡到路了，老子给自己开条路不行吗？红外监控，全程录像。你继续捡，我现在就报警。林远，你他妈给我等着，这事没完！我让你在这村里一天都待不下去！就是这儿，领导，你们看，这铁丝网把山都给围死了，这叫私自圈地、破坏林地、违章搭建。林远，接到群众实名举报，我们核实了一下，你这道防兽网为了走直线，有大概30米的长度，超出了你承包合同的边界，占用了部分公共林地。按照规定，这属于违规部件。这是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，限你3天内自行拆除超出部分的铁丝网，恢复林地原貌。哎，听见没？大学生也得讲王法，国家的地是你能随便占的？赶紧拆了！哎，你干啥呀？林远啊，大柱也就是气头上，嫌你没给他留门儿，大家乡里乡亲的，低头不见抬头见。您看，这都是误会。领导，这网拆了可惜了，后山野猪多，真拆了，这附近的庄稼和牲口可就遭殃了。要不让他交点罚款，这网就算了。不行，必须拆，不拆我明天就去县里告你们包庇。老李，这有人实名死咬着举报，程序上我们必须得走。这网确实违规了，不用为难。林远，你老李叔，镇里定了是违建，那这就是违建。我林远是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，坚决配合官方工作，绝不违法乱纪。感谢配合。算你小子识相，给你3天时间，赶紧的。喂，李师傅，是我林远。对，带台小挖车，再带2个工人，带上割枪，现在就过来，把我果园外围那圈防兽网全拆了。对，全拆，1米都不留。工钱我给你翻倍，今晚必须干完。不用3天，我今晚就拆。行，你有钱烧的，随你便。林总。
庄子也刨了，一根不留。门内是我的果园，门外是王大柱家的后院。根据村里老猎手的经验，这几天刚下过雨，正是后山野猪群下山拱食最频繁的时候。连续几天降温，山里的食物变少，这群恶极的畜生终于下山了。来了。王大柱为了省事儿，把鸡棚建在了菜地旁边，连个结实的顶棚都没搭，就用几根破木棍围了一下。不信，就让现在还给你回豆豆吧！干什么？哪来的畜生？滚！大柱，怎么回事啊？野猪进院子了，别出来，有大猪！外面的景象比昨晚在监控里看到的更惨烈。王大柱家的后院简直像被炸过一样，半人高的竹篱笆全成了碎渣，菜地里的萝卜白菜被林根翻起，泥土上到处是杂乱的蹄印和干涸的血迹，而最惨的是鸡棚。这日子没法过了。这野猪怎么突然下山了？以前不都被林远的铁丝网挡在外面吗？林远，走，都跟我走，找他算账去。林远，你干的好事儿，你把网拆了，把野猪放进来，祸害我们。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，赔我的鸡！没天理呀！你个黑心肝的大学生，故意放野猪搞死我家的鸡！今天你要是不赔钱，我就死在你这大门口！林远，这
这事儿你做的确实不地道，网好端端在那儿，你非要拆它干啥？这还不是留点面，我又怎么着了？你能想想，我又还你们来了吗？啊！你拍啥？留个证据，免得你们说我碰瓷。赔钱？行啊，你算算多少钱？大几十只快出轮的肥土鸡，少说8000，还有那满院子的菜，加上修鸡棚篱笆的钱。你今天不拿1万块钱出来，这事儿没完。1万是吧？那你告诉我，这野猪是我养的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野猪是野生保护动物，从后山跑下来咬了你的鸡，拱了你的菜，这叫自然灾害。你想要赔偿，去镇上找林业站，找老天爷。你堵在我果园门口要哪门子钱？你少给我扯犊子！要不是你昨天半夜发疯把防守网拆了，野猪能进我家院子，就是你干的。我为什么拆网，你心里没点数吗？看清楚了，上面盖着镇林业站的大红公章，经群众实名举报，认定该防兽网属于违章搭建，责令限期拆除。我是个遵纪守法的公民，镇里说那是违建，让我拆我就连夜拆了。我积极配合官方执法，哪儿错了？大猪，这网是你举报让拆的？我就是气不过他占公家便宜，我也没让他全拆呀。你举报违建，我配合拆除，这叫天经地义。现在网拆了，野猪下山了，你自食其果，反而跑来找我赔钱。王大柱，你当全村人都是傻子，还是当警察是瞎子？好你个王大柱，原来是你瞎举报惹的祸！我那刚种下的小白菜啊，你赔我菜！就是你闲着没事干，惹人家林远干啥？现在连累我们跟着倒霉！你们干什么？行了，都别吵了。林远啊，大柱举报确实是他不对，他这回也遭了报应了，损失惨重。但这野猪下山不是闹着玩的，大家乡里乡亲的，你也不能见死不救。你听叔一句劝，赶紧找人把那铁丝网重新拉起来，这事儿就算翻篇了，行不行？老李叔，不是我不讲人情，白纸黑字写着那是违章建筑。我今天要是把网拉起来，明天镇里就能来罚我的款。我林远是个本分生意人，这知法犯法的事儿我绝不能干，违建绝不能装。这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嘛？人是活的，法律也是铁打的。我果园里还有几千斤的果子要发货，你们现在堵着我的大门，严重影响了我的正常经营。我数3个数，再不让开我就报警告你们寻衅滋事，到时候该拘留拘留，该罚款罚款。3、2、1。走着瞧！这几天有他们熬的，野猪这东西一旦尝到了甜头，就会死咬着不放。接下来的3个晚上，后山那群野猪成了王大柱家的常客。现在没了防兽网，野猪连弯都不用拐，每天凌晨准时打卡。滚！畜生滚啊！大学生心太狠了，眼睁睁的看着大柱家被糟蹋。就是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，一点人情味都没有。那网拉起来，不就一句话的事吗？在农村，这种老头属于活祖宗，村长见了都得点头哈腰。王大柱显然是走投无路，把这尊大佛请出来压我了。三太爷，您几位有事儿？林远，你爹妈死得早，就是这么教你做人的。大柱家都快被野猪啃光了，你还在这看戏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大家都是同宗同族的，你非要把事情做绝，你这么干以后在村里是要被戳脊梁骨的，小心成了绝户头。绝户头在农村可是最恶毒的咒骂。我叫您一声太爷是敬老，但您要是跑我这儿来撒泼，咱们就得讲讲理了。讲什么理？村里的规矩就是理。村里的规矩大，还是国家的法律大？镇林业站下的拆除通知书白纸黑字写着那是违建，您现在让我把网重新拉起来，就是逼着我违法。我要是真拉了，明天林业站来罚我5万块钱，您替我交吗？你少拿公家压我，法外还不外乎人情呢。
行，您要讲人情。上个月初5，三太爷您家那个刚上初中的大孙子，半夜翻墙进我果园，偷摘了我30多斤特级秋月梨。那梨我是要发往市区高档超市的，1斤卖20，算下来600多块钱。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，这叫盗窃。我当时看在乡里乡亲的面子上，没报警抓他。您今天跑来跟我讲人情，那行，我这就给派出所打电话，把上个月的人情先清算一下。你这个小兔崽子，你敢？您看我敢不敢？我连围弦都敢拆，还有什么不敢的？哎，快！三哥，算了，这小子油盐不进，咱别惹一身丧。走，大柱家的破事让他自己解决去。畜生，滚开！林远啊，你来一趟村委会吧。大柱他疯了。他怎么了？他今天一早满身是泥的跑到村委会，直接给我跪下了。他家最后那几只鸡也没了，菜地全毁了。他现在抱着我的腿，死活不撒手，说再不拉网，他今晚就要被野猪吃了。行，老李叔，我这就过去。林大兄弟，我求求你了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的鸡全死了，一头都没剩啊！你行好，把那网拉起来吧，再不拉，今晚野猪就要进屋咬人了。我王大柱不是人，我猪油蒙了心，我眼红你赚钱，我瞎举报，我给你磕头了。大柱，你这是干啥？快起来！让他跪着，扇自己耳光。能把死鸡扇活吗？能把林业站的拆除通知书扇成废纸吗？老李说，各位街坊，我林远做事一向讲究个规矩，既然镇上认定了那是违建，没有官方的批文，这网我一根铁丝都不会拉。那咋办啊？总不能眼睁睁看着那群畜生天天晚上来糟蹋人吧？大猪都给你磕头了，你还要咋样？解铃还须系铃人，想拉网可以。王大柱，当初是你实名举报我违章搭建的，现在我要你亲自牵头，写一份紧急恢复防护设施申请书。啥申请书？我念，你写。内容很简单，就写你王大柱当初出于私愤，恶意捏造事实，向林业站进行了虚假举报。现在因为防兽网拆除，导致野猪下山，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财产损失和人身安全隐患。最后加上一句，本人王大初深刻认识到了错误，恳请镇林业站和村委会特事特办，批准紧急恢复后山防兽网，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。你让我写这个，你这是让我去镇上丢人现眼，以后十里八乡的谁不知道我王大昌是个无赖小人？我不写，不写。行，那今晚大家继续敲盆熬夜吧，反正我的果园墙高，野猪进不去。王大柱，你个杀千刀的，都这时候了，你还顾着你那张臭脸？我家的菜地被你害没了，你今天不写，老娘跟你拼了！写，必须写！你自己造的孽，凭什么让我们跟着受罪？大柱，你要是不写，
今晚我们就把野猪全赶到你家堂屋里去。我写，我写。光你写还不行，所有受灾的村民都要在这份申请书上联合签名。老李叔，还得麻烦您代表村委会在这份申请书上盖个公章，证明情况属实。行了，拿着这份申请书，现在就去镇林业站。记住，是你亲自递交，亲自念给领导听。领导，我来交个申请。王大柱，你又来干什么？前几天不是你实名举报违章搭建吗？人家连夜就拆了，配合得很好。你今天又闹哪一出？领导，那是误会，是我瞎了眼。现在网拆了，野猪下山把我家鸡全咬死了。您行行好，批个条子，让林远赶紧把网重新拉起来吧，要出人命了。胡闹！你把政府机关当什么了？你举报违建，我们去查处。现在你鸡死了，又让我们下令恢复违建。这不是大柱吗？又惹啥祸了？听说是他自己瞎举报，把防野猪的网拆了，结果自家鸡被咬死了，现在跑来求公家呢。领导，我真知道错了，这上面有我们全村受灾户的签字，还有村委会的公章，您就当可怜可怜我们，特事特办吧。理由不充分，这章我盖不了。大柱啊，你写的什么东西？要不站在这里，把你写的申请理由大声念一遍，我们听听到底怎么回事。领导，这就不用念了吧？下一个。本人王大柱。大声点儿，没吃饭吗？本人王大柱出于私愤，恶意捏造事实，向林业站进行了虚假举报，导致防兽网拆除，野猪下山，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财产损失。本人深刻认识到了错误，是个混蛋，恳请领导特事特办，批准紧急恢复。紧急恢复？哎呦喂，自己举报自己，这大柱真是个人才啊！活该！让他平时在村里横，这回踢到铁板了吧？他这辈子的脸，在这一刻算是彻底丢尽了。喂，林远吗？我是镇林业站的小刘。是这样，你们村的王大柱带着受灾村民的联名申请，还有村委会的公章，跑来要求紧急恢复你果园外围的防兽网，情况属实吗？刘干事，网拆除之后，野猪确实下山了，但我林远绝对服从组织安排，您说拆我就拆，绝不含糊。至于恢复，没有你们的官方铜头文件，我是一根铁丝都不敢拉的。你小子的觉悟倒是高。行了，情况我了解了。考虑到野猪确实严重威胁到了村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，站长刚批示了，这属于应急防护设施，可以特事特办，允许在原址拉网。批文我马上盖章给王大柱带回去。好的，感谢领导体谅，只要文件合规，我全力配合。官方的通行证到手了。林远，批下来了，镇里批下来了，你看红章，快赶紧找人来拉友吧。行，既然镇里批了，那这网可以了。谢天谢地，那你赶紧给施工队打电话呀！
打电话可以，但我没钱。你啥意思？字面意思，我当初建那个网花了将近2万，前几天雇挖掘机连夜拆网，连工带料又花了大几千，我的流动资金全砸在果园里了，现在账上1分钱没有。地方我出，批文也有了，但买铁丝网的材料费，还有请施工队的人工费，得你自己掏。你放屁！那是你的果园，凭什么让我出钱拉网？因为我的果园有2米高的砖墙，野猪进不来，我不需要那张网。需要那张网保命的是你。你如果不愿意出钱，那也行。等明年我果子卖了，资金回笼了，我再慢慢建。你今晚继续回去敲盆吧。等等！我出钱，李远。林老板，料都按你的要求拉来了，加高到2.5米，底部打半米深的水泥地基，双层带倒刺，这规格防老虎都够了。李师傅，料没问题，你找他结账，先付钱后开工。大柱兄弟，一共3.2万，零头给你抹了，拿3万吧。不能给呀！这是我留着给儿子娶媳妇的本钱呀！你个傻钱刀的，王大柱！把钱都给他了，咱们家喝西北风去啊！你个败家娘们儿，给我闭嘴！给我闭嘴！不给钱拉网，今晚野猪进屋把你啃了，你留着钱去阴曹地府花吗？李师傅点点，3万，求你们赶紧干活，天黑前必须弄好。兄弟们，下车，开干！师傅，这根管子埋深点儿。对对。哎呦，大哥，你歇口烟，我来帮你抬这卷天丝。哎。哎呦，你看大柱那狗腿样，花了自己的钱还给人家当孙子，活该！让他平时爱占小便宜，这回把本都赔进去了吧？林远这小子是真狠啊，兵不血刃，让王大柱自己花双倍的钱把网给建成了最高规格。林大兄弟，以前都是老哥我猪油蒙了心，这事儿就算翻篇了吧。以后你果园有啥重活，言语一声，我随叫随到。王大柱，这网是你为了保命求着镇里批的，钱也是你自己出的，跟我没关系。哎呦，兄弟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咱们以后还得长期做邻居嘛。我没收你的礼，也没拿你1分钱好处，咱们之间只有林业站的批文，没有交情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装什么清高？这网是老子花钱建的，回头老子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安全了，终于不用提心吊胆了。各位村民，今天咱们村的后山防护林工程正式完工了。在这里，村委会要特别表扬林远同志。林远同志展现了极高的法治意识，不徇私情，坚决维护林地法规，为咱们全村树立了懂法守法的好榜样。果林，大家要爱护公物，是爹前的动听。林远啊，之前婶子不懂事儿，跟着大柱瞎起哄，错怪你了。要不是你硬扛着不松口，把事情闹到镇里，咱们村哪能有这么好的免费护栏啊？这是家里的一点心意，你收下。东西我收了，
以前的事儿一笔勾销，但我今天还得说一句：村里有村里的规矩，但国法大于村规。以后不管是土地承包还是林地使用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。防兽网和野猪的事平息后，村里安静了不少，大家看他的眼神里多了几分敬畏。在农村这种熟人社会里，光靠一件事立威是不够的，总有人觉得占点小便宜，我这个大学生不会计较。李奶奶，知道林园果园那秋月梨不？拳头大，市里超市卖20一斤。那是人家的东西。他一个外来户，承包的是咱村的地。再说您70多岁的人，就算撞见了他，敢把您怎么样？传出去，他名声还要不要？我早踩过点了，这几处都是监控死角，从东南角进，顺着矮墙根走，拍不到。钳子拿好，剪个口子就能钻。摘回来的梨留一半给我就行。那我下午就去。我让你这果园一天不得安生。东南角就是王大柱说的入口。李奶奶，这梨甜吗？哎呦，是林远啊！奶奶，我路过这儿，口渴的厉害，就进来摘2个果子。你这孩子不会这么小气吧？解渴，30多斤特级秋月梨，1斤20块，您这口渴的成本够高的。哎呦，哎呦，我一个70多岁的老太婆，吃你几个梨怎么了？我有老毛病，你别吓唬我。李奶奶，这叫盗窃外加故意损坏他人财物，我现在就报警。不怪我，是王大柱让我来的。他今天晌午把我叫住，告诉我监控死角在哪儿，他还塞给我100块钱，说摘回来的提分他一半。喂，派出所吗？有人剪断我果园防护网，盗窃价值600多元的农产品，当事人交代是被人教唆指使的，一并处理。老太太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警察同志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林远，你帮奶奶求求情啊！警察同志，我拒绝调解，要求按治安管理处罚法依法处理。林远兄弟，老太太糊涂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。盗窃公司财物，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。毁坏财物也是拘留加罚款。如果你们觉得法律判重了，可以去申请行政复议，找我没用。经过这件事，杀鸡儆猴的效果彻底拉满。村里那几个闲汉，现在只要一看到林园果园的红砖墙，立刻绕道走，连看都不敢多看一眼。没有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人情世故和占小便宜的破事儿，我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果园的秋季大采摘中，真正的事业才刚刚起步。林老板是吧？我是市里绿园农创的总经理苏晴。苏总你好，镇长昨天给我打过电话了，说市里有大企业要来考察。难怪赵镇长极力推荐你，校正这么清晰，包装袋还回收。
林远，你很讲规矩，按规矩办事，省去很多麻烦。我听赵镇长说了，你的防兽网事件，兵不血刃，让村里的无赖自己掏钱建网，最后还借了官方的势，彻底解决了后山隐患。对付不讲理的人，只能用更硬的理。手段够硬也够绝，我喜欢跟你这种懂法又讲契约精神的人打交道。实不相瞒，绿源农创正在布局高端超市，你的果园我看上了，投资果园，全包收购价高2成。苏总，单靠我这几十亩地，满足不了你们全市连锁超市的胃口。我有个提议，我想以我的果园为核心，在村里成立一个农产品专业合作社，把周围愿意跟着干的村民的土地都集中起来，统一发苗，统一技术指导，统一标准收购。你想带着全村人一起赚钱，这可不符合你活阎王的震慑啊！你不怕那些村民拿了钱不办事，或者偷偷把好果子卖给别人？怕，所以我才要定规矩。合作社的章程我来定，违远责任写进合同里，谁敢坏规矩，直接踢出局，还得赔偿违约金。好，只要你能保证品质统一，合作社的果子我全收。各位丑话说在前面，想入社可以，但必须严格按照我的标准来种。私自打有毒农药的，发现一次直接开除；偷偷把果子卖给2道贩子的，按照合同索赔3倍违约金。听清楚了，是白纸黑字的法律合同，不是口头保证。林远，婶子信你，你是个讲规矩的人，跟着你干心里踏实。让让，让让，都给我让让！林大兄弟，林老板，算我一个。我家虽然没鸡了，但后山还有10亩旱地，圈上果树，肯定能赚大钱。我也签。不好意思，你不符合入社条件。啥条件不符合？我有地啊，我也愿意按你的规矩种啊。我们合作社最看重的是契约精神和诚信。你王大柱为了私利恶意举报，捏造事实，在防兽网事件中，你毫无诚信可言。在我这里，你的信用记录是负数。一个连国家法律都不放在眼里的人，和基本道德都不当回事的人，我怎么敢相信你会遵守合作社的规章制度？那事儿不是都过去了吗？网我也赔钱建了，你咋还记仇呢？这不是记仇，这是风险控制。合作社的名单里永远不会有你的名字。门在那边，不送。让你以前作恶，现在发财，没你的份儿了吧？林远干得厉害！这种王大柱进了合作社，指不定哪天就把咱们全坑了。下一个来签字。原本在镇上集市只能卖3、5块钱1斤的果子，经过统一品控和精美包装，在超市里卖到了28块1斤，而且供不应求。念到名字的，拿着入社合同和身份证上来签字领钱。村林远、刘桂芳、刘桂芳、刘桂芳，10亩果园，扣除农资成本，当年纯分红36500元。林远，婶子谢谢你，
要不是你逼着我们按规矩种树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现钱。按合同办事，这是您应得的。如果当初他没有为了占那点小便宜去恶意举报，如果他没有被出合作社，今天那张桌子上至少有3、4万块钱是属于他的。但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鸡死了，老婆天天跟他吵架闹离婚，全村人都把他当成避之不及的瘟神。林远同志你好，我们是县电视台法治新农人栏目组的。听说你们村的合作社不仅效益好，而且管理模式非常特别，能不能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分享一下经验？其实没什么特别的经验，就2个字：规矩。在传统的农村，大家习惯讲人情、讲面子、和稀泥，但做产业不行。我们合作社能有今天的效益，是因为我们把所有的标准、责任、惩罚机制都写进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里，不讲同宗同族，只讲契约精神。谁破坏了规矩，谁就得出局。法治精神才是保护大家利益的最强防兽网。老李啊，时代变了，你们村那个大学生把你们这几十年的老黄表全给翻篇喽。是啊，老一套行不通了，按规矩办事，咱们村才有好日子过。我的果园和合作社被评为全县法治化农业示范标杆项目，并获得了50万的农业专项扶持资金。风生水起，格局彻底打开。林远，这杯酒叔必须敬你。要不是你当初顶着压力立下规矩，咱们村哪有今天这大口吃肉、大把分钱的好日子？我干了，你随意。对，敬林老板。大柱，这大过年的干啥去啊？去南方进电子厂打工。怎么连地都不要了？卖了，在村里实在没脸待下去了。后山的10亩旱地，昨天划价8万块钱，全盘给隔壁村了。我们去南方投奔亲戚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他要是当初不眼红瞎举报，现在坐在主桌上喝酒分红的，少说也有他一个位置。这就叫自作孽不可活。怎么还在欣赏你那道战利品？这道网是这村里最讲规矩的一块铁。看看这个，市里明年开春要办一届高规格的省级农业博览会，我帮咱们合作社争取到了一个最核心的主展位。咱们合作社，苏总，你这入戏挺深啊。我可是投了真金白银的。下一步，我打算把绿源农创的深加工流水线直接建在你们村头，做果脯、果酒、果汁。你出地出人，我出设备出渠道，利润55开，敢不敢接？只要合同条款合规，没什么是我不敢接的。林远，你这人讲规矩的时候像个活阎王，但有时候你这种绝不和稀泥的性格，挺让人踏实的。哟，林老板、苏总，上面风大，当心风着。我回想起半年前，我连夜雇挖掘机拆除那道防兽网的那个夜晚。那时候全村人都觉得我疯了，觉得我冷血、
无情，斤斤计较。但现在看着这漫山遍野的希望，看着山下那些因为守规矩而过上好日子的村民，看着身边并肩而立的爱人，我心中一片释然。没有规矩的善良，只会滋生王大珠那样的恶犬，而带着锋芒的底线，才能守住这世间真正的安宁。